在三国的战场上，有多少英雄用刀枪杀出一条血路，又有多少枭雄凭谋略翻云覆雨。若说勇武，关羽、吕布无敌于天下；若说智谋，诸葛亮、郭嘉足智多谋。但若说真正掌控历史走向的人，司马懿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终极赢家。他不是一时之勇的猛将，也不是被人吹捧的神仙谋士，而是一个真正懂得隐忍与权谋的枭雄。他静静地等待，冷眼旁观三国乱局，直到机会成熟，一举夺权，改写了整个时代的命运。他能忍受曹操的猜忌，曹丕的压制，甚至在曹爽肆意妄为时装疯卖傻，表面上隐忍退让，实则暗中布局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老去，失去威胁，他却在一夜之间发动高平陵之变，横扫政敌，掌控魏国最高权力。他和诸葛亮斗至六出祁山，谁才是真正的三国第一智者？他一手铺设的道路，让司马家族最终篡位自立，建立晋朝，三国从此归一。司马懿到底是忠臣，还是野心家的典范？是被逼上绝路的隐忍者，还是早已谋划好一切的枭雄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三国最后的胜利者——司马懿的传奇人生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司马懿出生于汝南司马氏，这是一个世代世宦的名门望族，家族中人才辈出，影响力极大。自幼聪慧过人的他，不仅熟读儒家经典，还精通兵法，口才犀利，思维缜密，早早便展现出卓越的谋略才能。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乱世，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曹操的注意。当时曹操正急需能人贤士来辅佐他巩固魏国的统治，而司马懿的才智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。于是曹操屡次派人征召司马懿入仕。然而司马懿深知曹操生性多疑，身边的能臣武将稍有异动便可能遭遇杀身之祸。他也知道进入曹魏政坛既是高光的机会，也是危险的深渊。于是他假称自己患有风湿，行动不便，希望能避开这场风暴。然而曹操岂是易被糊弄之人？他派人明察暗访，发现司马懿并无疾病，心生不悦，直接下令强行征召，甚至放出狠话：若不应召，诛灭全家。司马懿无奈，只得入仕，从此走上了辅佐曹魏，掌控天下的道路。虽然这并非他的初衷，但既然已经踏入权谋之局，他便要在这片乱世棋盘上走出自己的步伐。曹操对司马懿的才能早有耳闻，但对于他的忠诚仍然存疑，因此并未立即重用他，而是让他从基层做起，随时考察其能力和态度。司马懿谨言慎行，不露锋芒，在朝堂上埋头处理政务，步步为营，逐渐获得了曹操的信任。然而真正让司马懿崭露头角的，还是在曹丕继位之后。曹操去世后，曹丕登基称帝，对司马懿十分器重。相较于曹操的多疑和谨慎，曹丕更愿意重用那些能帮他稳固政权的能臣。因此司马懿的才华终于有了施展的空间。在曹丕的信任下，司马懿积极参与政务，协助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，使得魏国的统治更加稳固。与此同时，辽东的公孙氏势力日益壮大，甚至有割据自立之势，严重威胁魏国的北方安全。曹丕决定派遣大军讨伐，而他选择的主将正是司马懿。这次出征不仅是一次军事挑战，更是一次政治考验。如果司马懿能成功平定叛乱，他在魏国的地位将大幅提升；如果失败，
等待他的将是失宠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司马懿并非一介武夫，但他善于谋划，深知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兵力，更在于战略。他仔细分析辽东地势，研究公孙氏的军力部署，最终制定了一个稳扎稳打的作战计划。他先用计策分化敌军，断绝公孙氏的援军支持，然后迅速发动突袭，摧毁敌方的粮道，使其军心动摇。经过一番激战，司马懿成功攻破辽东，将叛乱彻底平定，为曹魏奠定了稳固的北方防线。这场胜利让曹丕对司马懿更加信任，不仅给予他更大的权力，还在自己临终前将他列为托孤大臣之一，委托他辅佐幼帝曹睿。此时的司马懿已经从一名谨慎低调的谋士，成长为魏国政坛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。他的智慧、隐忍和冷静，让他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了下来，并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力量。然而，他的野心是否真的仅止于辅佐魏国？他的一生才刚刚拉开真正的序幕。诸葛亮六出祁山，是三国后期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对决，而司马懿便是这场旷世较量中最关键的对手。诸葛亮雄才大略，谋略深远，他深知蜀汉若想统一天下，必须夺取长安，控制关中。然而，面对这位被世人誉为卧龙的智者，司马懿并没有选择与他正面交锋，而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，坚守不战，拖垮蜀军。诸葛亮的6次北伐，每一次都准备充足，计划缜密。他希望通过速战速决，一举击溃魏国防线。然而，他遇到的不是那些骄傲轻敌的魏将，而是老谋深算、耐心十足的司马懿。面对蜀军来势汹汹的攻势，司马懿选择紧闭城门，不轻易出战，只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小规模反击，最大程度地保护魏军的有生力量。这让诸葛亮异常苦恼。他的策略本就是以攻代守，以骑兵取胜，而司马懿的死守战术让他无法找到突破口。时间一长，蜀军粮草告急，士兵疲惫不堪，无法长时间坚守战线。最终，蜀军不得不一次次撤军，诸葛亮的北伐大计也屡屡受挫。但诸葛亮并未放弃，他一次次调整策略，试图逼迫司马懿出战。在一次战役中，他甚至派人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羞辱司马懿，意图激怒他，让他冲动出击。但司马懿深知对方用意，他笑着收下衣物，却依然坚守不动，不让诸葛亮得逞。这场心理战最终还是司马懿胜了，直到诸葛亮病逝5丈原，这场长达数年的对决才终于落幕。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去世的消息，他依然不敢大意，派人前去侦查。远远望去，蜀军依旧保持着严整的阵型，一丝混乱都没有，仿佛诸葛亮依然在世，指挥着这场战局。司马懿心生警惕，迟迟不敢下令进攻，直到蜀军缓缓撤退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那是诸葛亮生前布置好的假象，只为掩护蜀军安全退兵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司马懿不得不由衷感叹：天下奇才，今亡矣。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再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，而司马懿则成为三国战场上最具战略眼光的统帅之一。他没有靠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打败诸葛亮，而是凭借耐心和谋略，慢慢地拖垮了蜀汉最后的锐气。然而，在魏国内部，司马懿的处境却并不轻松。曹魏政权内部开始动荡，曹爽掌权后独断专行，不仅将司马懿架空，还逐渐削弱他的军权。曹爽以为这位老臣已经老迈无力，不再具备威胁，于是愈发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。但司马懿并非甘于平庸之人，他故意装病，长期闭门不出，
对外宣称自己体弱多病，甚至连最亲近的属下都以为他真的油尽灯枯。然而，所有人都被他骗了，他的隐忍只是为了等待最佳的时机。终于，时机来了，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祖，而司马懿则趁此良机，发动了震惊天下的高平陵之变。他迅速调动军队，封锁京城，控制皇宫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剿灭曹爽党羽。在这场政变中，司马懿没有给曹爽留下任何翻盘的机会，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曹爽罪行累累，最终将其满门抄斩，彻底扫清了魏国内部的障碍。这一战，司马懿一夜之间从病弱老臣变成了魏国真正的掌控者。从此，司马家族彻底取代了曹氏，掌握了魏国的最高权力，为日后晋朝的建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。这一刻，三国的天平已经悄然发生倾斜，曹魏的天下终究不再属于曹氏，而是落入了司马懿及其后人的手中。司马懿一生精心谋划，隐忍不发，最终成功掌控了曹魏的大权。但他并未急于称帝，而是选择让后人完成最终的霸业。他深知权力的更迭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要稳扎稳打，为司马家族铺好通往皇位的道路。因此，在他去世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的遗志，继续执掌魏国，逐步蚕食曹氏的统治基础。司马师刚毅果断，在魏国内部继续清除反对势力，使司马家族的权力更加巩固。然而，他英年早逝，未能完成父亲的最终夙愿。此时，司马昭接替兄长的位置，成为魏国真正的掌控者。他不仅镇压了各地的叛乱，还成功瓦解了魏国内部最后的反对力量，让司马氏的统治无可撼动。然而，司马昭并未能等到称帝的那一天，他去世后，所有的努力都交到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手中。司马炎继承父亲的事业，最终在公元265年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，正式建立晋朝，改写了三国历史的结局。至此，曹魏王朝彻底覆灭，三国时代正式宣告终结，天下一统。司马懿本人并未称帝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才是三国最终的幕后终结者。他的隐忍，他的谋略，他的权谋布局，最终造就了司马家族的崛起，并改写了整个历史的走向。如果没有司马懿，或许三国的局势仍将继续动荡，而正是他的布局，让魏国的皇位最终落入了司马家族之手，彻底终结了曹氏政权，为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对于司马懿的历史评价，至今仍充满争议。他是一个忍辱负重、深思远虑的政治家，同时也是一个权谋之极、心机深沉的枭雄。他从曹操时代就开始布局，一直等待机会，直至高平陵之变，一举夺权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。他的耐心和隐忍，让他成为三国历史中最具智慧的谋略家之一，而他的雷霆手段，也让他成为让人敬畏的存在。他善于谋略，从不急功近利，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，他深知战场上的胜负并不重要，能拖垮对手才是最关键的。因此，他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最终让蜀汉的北伐彻底失败。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再无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，而魏国则因他的镇守而得以继续稳固。他对家族的贡献更是巨大，他不仅让司马家族掌控魏国，还为晋朝的建立铺好了所有的道路。他的每一步都充满算计，最终让司马氏取代曹氏，完成了权力的最终转移。然而，正是这一点，也让后人对他的评价充满矛盾。有人认为他是忠于魏国的栋梁，帮助曹魏抵御外敌，巩固政权；
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伪装忠臣的野心家，最终篡夺了曹魏的江山，成为历史上的最大赢家。无论如何，司马懿的成功证明了一点，在乱世中，活得久才是最重要的。多少英雄豪杰英年早逝，多少猛将谋士因一时失策而陨落，唯有司马懿活得足够久，等得足够久，最终笑到了最后。他不是最耀眼的英雄，也不是最受人敬仰的枭雄，但他绝对是那个最懂得等待时机，最懂得如何赢得天下的人。他的名字注定会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争论，被人敬畏，也被人忌惮。他的一生是权谋的极致，是隐忍的巅峰，是历史最无情的安排。他的故事才是三国真正的终章。